为了成功送走死掉的太爷，家人让我去陪睡，没想到进入了被赤鬼侵略的世界。被赤鬼攻击后，我从一真一假的梦境里醒来，为了避免回门失败的可怕后果，我只能在第二天继续陪睡。这次我来到了赤鬼的地下基地，目睹了赤鬼的恶行，想进一步寻求真相的我，很快就被抓了个现行。是一个金发碧眼、穿着白大褂的洋人，只是他看上去比我还紧张。他把报告又塞给我。Madam, you catch that report? You get English? 他指着那份报道，我有些发愣，努力尝试找回做英语听力题的状态。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他有点懵，我也有点懵。他看上去人模人样的，应该跟那些赤鬼不一样吧？ Why are you here? It's odd. They usually only involve kids and young adults in the experiments. Me? 他们让我在这里，那个 cleaning the floor。我使了使手里的拖把，他的眼睛突然亮了。Can you help me break out of this place? 你想离开这里 ？Leave here。他疯狂点头，我指了指他的白大褂，组织了一下语言。You and they are not a team。他情绪有些激动，开始对我进行手舞足蹈的讲解。我勉强听懂了他的经历。现在是1944年，他叫杰克，是一个来自幽国的生物学家。几个月前无意间得知这里的鬼君挖防空洞挖到了某种远古生物，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伪装成传教士接近这里。没想到赤鬼情报网远比他想的发达，他的身份很快被识破。还好因为他的专业对他们有帮助，所以暂时保住一命，只是被迫参与一些实验成果分析。这里是一个隐蔽的地下研究基地，甚至连周边的村庄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它表面上是一个害虫治理研究部队，实际上为了研究远古生物的提炼物，在偷偷抓周边的村民做惨绝人寰的实验。这年代村里还没通电，天黑大家一般入睡早。我半夜突然跑出来，估计是撞破了这群赤鬼正趁黑往这个隐蔽实验室运送物资。尾随我跑出来的那个中年男人和像太爷的男孩，应该是被抓了过来做实验了。我的这个老太太身体因为年纪大，不具备作为实验体的素质，不知怎地被安排来做一些打扫卫生的事情。现在实验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不赶紧逃跑，我和这个知道太多的外国人都难逃一死，得想办法尽快逃出去。上面的出口有大量荷枪实弹的赤鬼把守，但是往下走，因为涉及机密需要更高的权限，所以只是门墙变厚，守卫反而更少。只要拿到底层的钥匙，并干掉少量的守卫赤鬼，就能启动最下层的电梯，到达最底下有神秘生物遗骸的溶洞，那里有一些四通八达的小洞，也许就有一线生机。他的身份特别，行动受限，根本没有办法接近赤鬼高层的房间，而我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农村老妪，文化程度不高的样子，最后又必然会被清理掉，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对我设防。只有我可以借保洁身份，才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赤鬼高层，拿到钥匙，这样才能顺利启动最底层的电梯。在这个像梦又像现实的地方，虽然有些害怕，但是我并不在意自己能不能逃出去。也许我过不了多久就会醒来，但是考虑到那个极可能是太爷的小男孩和刚才看到的那个女人的状态，冥冥中我心里总有一种感觉，我来这里也许并不是偶然，也许回门的太爷的心愿就是让我在这里救他，如果没有办到，只怕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我可以帮你，但是我们得把还活着的人也带走，否则我宁可死在这里。Save my people, or we die here together. Understand? 他皱起眉毛，脸色沉了沉，又很快点点头。Whatever, let's get the key first. 他又打开手绘的地下基地布局图，详细的解释了办公室的位置和高级赤鬼军官的作息。我们约好拿到钥匙后在这里碰头，期间他会先去监狱的楼层查看下情况，等下再来讨论怎么救出被关押的村民。那个高级赤鬼长官的办公室门口就一个守卫，我拿着拖把就往里走，他一下子拦住我，我举起拖把比划着，一副有人让我进去打扫理直气壮的模样。他犹豫了一下就让我进门了。我假装拖地，眼睛在桌子和墙壁上四处打量着，隐隐看到墙上的外套口袋里鼓囊囊的。我余光扫了一眼门口确认安全，就装模作样的朝那边走去，将手伸了进去。里面东西挺多，
应该没有钥匙之类的东西。他是门口那个守卫，原来他一直提防着我。我下意识地用棍子一戳，又朝着他的档口狠狠踹了一脚，趁他弯腰就朝门口跑去。门外响起一连串脚步声，门口出现了另一只赤鬼守卫，他只是朝里看了一眼，就闪身笔挺地站在门口一侧。很快，一只带着上位者威压的高大赤鬼也出现在门口，他的裤带口隐隐露出一串钥匙。完了，这下完犊子了！身旁的赤鬼脸上露出一丝惊恐，不等他开口，我抢先一步冲上前，抱住长官赤鬼，指着刚才那只守卫赤鬼，惊慌地大喊：“不要啊！他耍流氓！”长官赤鬼瞥了一眼我敞开的衣领，厌嫌地将我一把推开。打死他估计也想不到，一个老妪会有这么多心思，只以为是这卫兵赤鬼憋久了，对老太婆起了心思。外面战场的接连失利，上级单位的不断催促施压，早已让他憋了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他拔出随身的军刀，就朝着卫兵赤鬼走去。我不敢多看，悄悄溜了。等我回到约定碰头的实验室，杰克不在这里，我掏出那串钥匙确认了一下，应该没错。刚才我冒险抱住那个赤鬼长官，就是为了趁乱偷走他裤兜里的钥匙。耳边隐隐有鸡鸣，不好，天亮了，我要醒了。我只感觉有些头重脚轻，周边景色也变得有些虚幻起来。我努力集中注意力，一把拿起报告，撕下了几页，揣进裤袋里。彻底黑蒙前，我看见杰克提着一个小黑箱站在门口，眼前是熟悉的房间，一股冰冷腐臭的气息喷在我的脖梗后，我脖子一缩，从床上弹了起来。黑暗里，太爷两只眼睛像老鼠一样泛着绿光，就像两盏鬼火。我只感觉头皮发麻。嘎吱，门被打开。爹，该起床了。看到床上的太爷，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太爷已经不成人形，身上的皮肉里长出了无数锋利的晶状物，整个人就像是一个怪石嶙峋的怪物。老四，咱们还能送爹走吗？别人家可没这个情况。还有一天，坚持完这天一定能送走。那几页报告还在，我拿出手机拍照翻译。报告里，赤鬼挖防空洞挖到了人形远古生物残骸。通过实验，他们发现，当尸骸细胞被注射入人体后，会进入休眠状态。等宿主死后，心脏一停止供氧，免疫系统一罢工，这些细胞就会被激活并吞噬其他细胞，快速替换它们。大概72小时左右就能基本替换掉人体主要器官。当新心脏再次工作，死人就会再次复活。根据大脑的损坏程度不同，会保留不同程度的记忆和认知。赤鬼们希望能改造这些细胞，打造一支听从命令的不死赤鬼军团。可是，在后续的实验中，却发现这些新器官在氧气环境里只能维持2-3天时间，就会再次停止工作。这样的效果显然没办法直接投入战场。不过，他们很快有了新成果。这些细胞在极少数个体中会释放出一种稳定细胞结构的酶，能让细胞快速晶体化。这种晶体并不稳定，被破坏或者腐蚀后，会释放一种穿透性很强，能瞬间摧毁人类细胞的高能粒子，而且这种粒子射线很快就会消失。这用来对付熟悉地形、擅长挖洞藏匿、发动奇袭的人类军队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大面积杀伤性武器，也为入侵的赤鬼日后的移民提供了一片没有污染的土地。我私下的报告到这里就结束了。所以，那些回门的老人其实都是当年被实验的孩子。赵大宝并不是因为不孝遭报应，只是恰好赵大爷是这种能结晶的体质。因为离坟山近，赵大宝和邻居刚好在波及范围内而已。想到太爷身上隐隐的结晶物，我只感觉头皮发麻。爷爷和四爷走了进来，我把纸给爷爷看，并讲述了昨晚的经过。这也太匪夷所思了，这东西真是你从梦里拿回来的？我怎么会拿这个开玩笑？而且这上面写了，如果身体长出晶体，最后就会爆炸。赵大爷估计也是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把太爷送到没人的深山里去，不然我们都活不了。爷爷拿着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脸上阴晴不定。老四，你没看见爹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吗？之前村里那么多人回门，什么时候有过这种情况？而且当年赵大爷出事那晚，我记得那后山的飞禽走兽死绝了，甚至连蚂蚁足虫都死了一地。
大家都说是赵大宝不孝破了村里习俗，惹得赵大爷煞气冲天。现在想起来，什么鬼祟能跟这些虫鸟野物过不去？那些赤鬼邪乎得很，爹跟村里那群孩子当年死里逃生，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四爷的脸也沉了下来。大哥，就算我们想送，只怕也难过村长和街坊那一关。这已经不只是我们一家的事了。准备一下，今天必须把爸爸送走，我看谁敢拦我们。太爷的身体膨胀了，普通的棺材根本放不下，为了不磕碰到晶石，只是简单的放在家装抬杆的门板上，盖了一块床单。一路上，村民们指指点点，大家才刚到村口，住得不远的村长就闻讯带人赶来，看到模样吓人的太爷，众人纷纷脸色大变。老何啊，平日里你们一家挺孝顺啊，怎么把你爸伺候成这样？这才回门第2天，你们就要把你爹埋土里了，这可是要破了咱村的习俗，要死人的。爷爷怕说我做梦只会被当成小孩戏语，便只说是太爷托梦给大家，想要今天葬到后山深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这梦算不得数。咱村的习俗可是用很多条人命才摸索出来的，你再坚持1天，让你爹安心走了，我们大伙才安心。你们可别跟赵大宝一样犯了浑，自家几人有个好歹就算了，还把周边邻舍都害了。一听赵大宝，周围几个邻居的脸色更难看了。当年那几家人的惨样，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村长使了个眼色，几个村民拿了家伙围了上去，比不过对方人多势众，大家还是被撵了回来。屋外，村长还留了人看着，连想提前走的叔婶一家都被赶了回来，一副铁了心让我们熬到明天的样子。看着太爷身上还在慢慢冒尖的晶体，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现在可咋整啊？不然在院里头挖个坑，把爸埋了中用不？唉，赵大爷那坟头离赵大宝和边上那几家可有1里多路，我们挖坑能挖多深？我就着手机，拿着那2张纸看了又看。这个报告不完整，赤鬼能做这么久的实验，肯定有阻止的办法。至少他们应该知道什么东西能隔离这种放射波，不然他们早就死光了。这个报告后面一定有阻止的方法，我必须再过去一趟。根据之前的经验，只要拿到报告，然后去撞墙一吃痛，估计就能醒。爷爷，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要过去把这个后面的几张也带过来翻一下，也许就有办法了。怕把我中途扰醒，爷爷把众人换了出去，我小心地躺在了太爷身边，闭上了眼睛。鼻子里是浓厚的血腥味，我吃了一惊。太奶奶躺在地上，胸口的血洞还朝外鼓鼓冒着鲜血，已经没了气息。地上没看到钥匙，应该是被杰克拿走了。是我大意了，这种处境下带着一个老妇人逃出去已经很不容易，他还轻易地答应带那么多孩子，根本从一开始就只是在利用我。现在拿到钥匙，怕我闹腾，所以直接下了死手。我想到什么，心底突然涌起一股寒意。既然太奶死了，那这次我是我自己。如果被赤鬼发现了，被枪毙了，不会真的就死了吧？我正要伸手去拿报告，门嘎吱打开了，是2个赤鬼卫兵。